末世女兵一睁眼，竟成了古代农家14岁的长姐。原主被毒蛇咬死，父母双亡，留下3个嗷嗷待哺的弟妹。此刻，极品亲戚正盘算着把刚出生的幼弟过继，把10岁的妹妹卖去冲洗。今朝，你醒了，身体怎么样？阿婆，我没事。阿姐，阿娘死了，我们没有阿娘了。不怕，有阿姐在。把弟弟抱着带启明失血出去，我和伯娘要帮你娘收拾。我是学医的，8个月男应该有4、5斤，这孩子最多3斤。2块破板就给葬了，作孽啊！你先带弟弟妹妹回家。阿姐，阿姐带你们回家。三郎一家还有4个孩子，你们一家养2个。爹，我家药祖顿顿吃不饱，多2张嘴哪里养得起？我家本就3个孩子，再多2个实在照顾不过来。真要养就养今朝，今朝过2年嫁人，你要养今朝就必须带老幺。不行，早产儿若早夭，外人得说我们闲话，我家养不起。汤药不离口，得花多少银子？今朝正好能照顾老幺，他们必须一起。今朝过2年就要嫁人，最多照顾2年，养今朝就必须带老幺一起，你们自己选。今朝懂事能干活，以后嫁人还有聘礼，这买卖不亏。宋老爹。赵老爷，家中事多，你们有何要事？我想过见你家三郎刚出生的儿子。那孩子是早产的，稳婆说容易早夭，身体不好不打紧。算命的说辰时难应，能旺我。孩子是三郎血脉，我怕他怪我。爹，刘家里8成早夭，不如过继给他。对，三弟也不想孩子死。大牛，你过来又有什么事？我想让师雪给我家石头当童养媳。石头的病好了？没好，想办场婚事冲喜。师雪乖巧，我们喜欢。等病好了，2人长大后能过好日子。过继可以，不行，我家还有老二，好不了就给老二。我当亲女儿照顾，勉强养着不如送人。只要过件，我出20两。师雪的聘礼给3两银子。爹，赶紧决定，今朝还在等你。养不起，别耽误他们过好日子。要是早夭，他爹娘得爬出来埋怨你们。一股凉意从脚底窜到心口。去把婆子，去把今朝和启明叫来。今朝带上启明跟我去老屋，把孩子给我。师雪不用去吗？不用，你阿爷只让你和启明过去。看好门，在家里等阿姐，我们很快回来。只教我和启明，却抱走弟弟，独留师雪。老吴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不对劲儿，这男人眼神贪婪。老幺过件给赵老爷，师雪给大牛家冲喜，你和启明留在大房。阿爷，我吃少点，努力干活，求你别把他们送走。别哭，阿姐不会把师雪和弟弟送人。我不同意，爹娘已逝，我自会照顾弟妹，不劳费心。你胡说八道，老幺留在家里只有等死。大腹便便，气色虚空，45子，怕是生不出来。有了亲儿子，我弟弟还有容身之处吗？不是亲生，谁管他死活？幼弟的命是阿娘用命换的，我绝不让他跪别人家列祖列宗。苦命的三郎，留下孩子孤苦无依，让师雪冲喜是舍亲不孝，无颜面对亡父亡母。你一个女娃怎么照顾3个？怕不是要饿死？我和师雪长大了，可以帮阿姐照顾弟弟。启明成家前，我不嫁人，就算乞讨也不拖累你们。过继冲喜之事，全当没听见。你们可以走了。这孩子不成，再找一个便是。这是县衙的抚恤银子，有我和你阿婆一口吃的，绝不让你们饿死。阿爷放心，我能照顾好家里。先看看，实在不行，再按商量的办。魂穿后力气竟远超成年的男子，
明天去城里买细粮，还得找医馆拜师学医。阿姐，我和哥哥想跟你一起睡。上来，睡觉。阿姐会保护你们。小弟还没名字，就叫宋安好，平平安安，一世顺遂。只为勺尖一点，呛到立刻停下，翻过身顺气。阿姐放心出门，我们能照顾好弟弟。要出门去哪里？安好是谁？是阿姐给弟弟取的名字，阿婆是不是特别好听？本该长辈取名，可三房如今是他当家。算了，你阿爷担心你们，催我来看看。出门千万别手大脚。家中暂不缺什么，有阿婆教诗学，我放心出门。起名是男子汉，记得保护好弟弟妹妹。姑娘要买什么药？可有方子？我不买药，我想寻一位大夫拜师。女子就该相夫教子，天底下哪有女子学医？你们医馆的大夫难道就从来不给女子看病？叶明，何事吵闹？他说想拜师，我说女子不行，他还不高兴。姑娘怎么会想到要学医？家中突遭变故，想找份活养家糊口。收徒需学数十年，同吃同住无工钱，你年龄也不合适。做10年白工没钱，比现代黑心老板还黑。出去，没女子给人看病，要求这么多，你能当我都能当太医。我们名声宝贵，从来不招女子。在古代从医想得太简单，短时间也挣不到钱。刘烈夫稍等，我去叫掌柜。小二，你们这里收野物？野物月兔都收，去年有人猎到雄鹿卖了70两。异能特种兵训练过，上山打猎来钱快。阿姐回来啦！你娘把诗雪教得聪明，安好特别乖。诗雪真厉害。神枪手百发百中，从来没掉过10环。哥哥，是肉。阿姐，这些都是你抓的？对，以后打猎养你们。你们去水井打水了？是大伯挑的水，二伯没来。等7日孝期过去，烧兔肉给你们吃。拿去卖钱，弟弟要吃药，我们不喜欢吃肉。对，不喜欢吃肉。阿姐抓兔子厉害，以后家里不缺肉吃。2只山鸡，3只野兔，还活着，能卖多少钱？野鸡70文，野兔100文，白兔多给10文。没压价，460文，还差40文就半两了。只要价格合适，我肯定先卖给您。弟弟一直哭，怎么都哄不好。是米糊消化不了，他胀着难受。要是有母乳就好了。土蛋阿妈刚生了妹妹，肯定有奶。土蛋阿爷，阿娘在家吗？奶水肯定充足。想买您的奶水，1天给2文钱行吗？几口奶不需要钱，直接抱过来。不给钱不好意思，先付5日的。行，你们尽管抱过来。以后衣服我来做。阿姐会打猎，妹妹会做衣，只有我什么都不会。买母乳1天2文钱撑不了多久，粮税免3顿，省省能过。三郎和他媳妇儿死了，粮食可不得少吃一半。现在不去要，等钱花光了，1文都要不回。人才死2天上门要债，和逼死孩子何区别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时间长了他不认怎么办？有欠条怎么会赖账？秋收后再要，现在绝对不行。2两银子呀，他到底知不知道欠咱家钱？必须上门提醒今朝。他每天进城花钱，村里都说他花钱大手大脚，迟早饿死弟妹。唉，上门提醒也行，你态度好点，别逼着还。都要卖钱了，还能有多少情分？还花钱买鸡吃，这趟来对了。菠菜刚长出来，送点给你们尝尝。谢谢婶子。你阿娘借了2两银子，婶子不是要钱，只是让你知道，是阿娘的自己。原来当初看病是借的钱。
我这就把银子还给你。不用骗我，钱可以等秋收之后再还。鸡是阿姐自己捉的，本来要卖掉的。婶子，您数数，看钱对不对？他进城是去卖野物，我误会了。不用数，山里危险，还是少去为好。刀疤叔教过我打猎，现在家里没办法才去。阿姐，家里是不是没钱了？还有700多文，明日争取多抓点儿。是我误会今朝了，这孩子挺厉害。听说你每天上山打猎去城里卖，以后不准去！你出事我没脸见你阿爹。阿爷放心，我就在外面转悠，遇不到危险。家里不是没粮食，省着点吃肯定够。阿爷，我不想让他们省着吃饭挨饿，安好身体不好，难道眼睁睁看他病？我要过好日子。哪家不存钱，我竟无法反驳。深山千万不要进去，万事一定要小心。大伯娘，这是阿姐让我送过来吃的。拿回去，阿爷不缺肉吃，顾好自己。今朝孝顺，送回去反而生分。他用命冒险，要把这份好记心上。刀疤叔也真是的，只送给大房，也不送我们。别提了，村里都在说我们无情无义。我们没得吃，你儿子想吃肉了？爹，我想吃肉。耀祖，去找启明玩。阿昭姐，我想吃鸡。吃吧。阿昭姐没了吗？为什么我家没有？大伯帮我挑水，我送肉是感谢，想吃找你爹妈买。怎么不装一碗回来给我吃？他们快吃完了，我就吃到1块肉。饿死鬼投胎，一整只鸡吃光不怕撑死。你们就晓得吃白饭，不知道为爹娘分忧。真恶心！现代400-500一斤的鸡枞菌，这里竟是黄金！宋姑娘能识得蘑菇有没有毒？小时候常吃，所以识得。这2种每斤20文，其余10文，晒干价格翻2倍。掌柜放心，没吃过不认识的，我不采。阿姐，我明天和你一起去山上采蘑菇卖钱。诗雪一个人照顾安好，我不放心。我一个人能照顾，让哥哥去多赚点。我是男子汉，要帮阿姐养弟妹。穷人孩子早当家，好吧，好，明日你跟我一起上山，挂腰间，蚊虫蛇蚁不敢靠近。阿姐真厉害，阿娘嫌我们笨，都不教识字。你们不笨，等过段日子，阿姐买书教你们。买书太贵，我还是不学了。必须学，否则被人坑了怎么办？那我明天多采点，把买书钱挣回来。就在旁边采，不要走远，容易迷路。知道了，阿姐。阿姐，这个能吃吗？能吃，但不好吃。这个酒楼收不收？不收。阿姐，这个蘑菇好漂亮。越漂亮越有毒，赶快扔掉！咬到没有？没事，阿姐，没咬到我。气味扩散有限，跑太快，毒蛇嗅不到。我不怕，我要继续采。跟在我后面，3步范围内不准走开。阿姐在这挖陷阱，你休息会儿。阿姐，弟弟的衣服我做好了。家里什么都缺，必须赶紧赚钱。阿姐，是一只小山羊。阿姐，我们真要杀了它吗？先不杀，养起来，等长大再杀。赵老爷请我去当乳娘，你弟弟我喂不了了。二婶怎么说话不算数？今日奶钱银货2地，多谢您帮忙喂安好。问问赵老爷，孩子过继哪家？那家肯定有母乳。
没有母乳，那就喝羊奶。母羊一定没走远。阿爷，我晚上要进山抓母羊，想让阿婆陪弟妹。天黑上山最危险，等天亮再去。再过一晚上，他就跑远找不到了。老大，出来，陪你妹妹进山。爹，天黑山里全是豺狼虎豹，太危险。没出息，今朝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脚步松散，真遇危险，怕不是个累赘。好，大伯，带上刀，我们进山。大侄女，这里阴森森的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大伯安静点儿，声音在晚上太明显，会把野兽吸引过来。母亲不会轻易丢下幼崽，一定在边上待了许久。14岁女娃胆子怎么这么大，一点都不胆怯。这声音，千万别是我想的那样。今朝，今朝！母羊要被咬死了！已经没了一个孩子，剩下一个他坚决不肯放弃。没救了！大男人胆子怎么这么小？死了的都不敢拿。谁？娘，是我和今朝。这是你们杀的？不是我，是今朝杀的，我一点没派上用场。我去烧水给你们洗洗。抓到母羊了。何止母羊，今朝还杀了一头豹子，足有1丈长，豹腿比我脑袋还粗，一斧头就被他砍死了。真的？不信明天自己去院子看。怎么这么快，都没瞧见？谁在那里？是我，大伯娘，你都不认识啦？对不起，大伯娘，天太黑没看清楚。你阿姐呢？阿姐怕豹子肉坏掉，天没亮就去城里了。好像还是个没长大的姑娘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哪个猎户这么厉害？大哥，掌柜在吗？在，我现在就去叫。什么？哎呦，豹子！快抬去后院，切口泛红，很新鲜。半夜杀的，死了不到3个时辰。157斤，豹肉每斤30文，4两710文，加上皮毛头颅，出30两，再加5两银子。这张皮这么完整，肯定有人出大价钱。加3两，一共33两，称重没去皮毛重量。行，就33两。家里晒的蘑菇，过几天一并拿过来。现在100多斤，以后会更多。好嘞，有多少收多少。这姑娘力气大，她爹一定更厉害，怎么可能是她打的？你连个姑娘都比不上。重不重？把东西给我。卖给了石有基掌柜，价钱公道。之前的山鸡野兔也是他收的。卖了多少银子？家里钱还缺不缺？加上皮毛和豹子头，一共卖了33两。有这30两银子，4年孩子不用愁吃喝。把钱收好，该花的不用省，但不该花的可千万得省。家里从来没买过这么多好看的布。以前无论谁的衣服都是深褐色、土灰色，阿娘舍不得买好看的。阿姐，我一定快点把衣服都做好。不着急，阿姐陪你一起做。阿姐，今天还上山采蘑菇吗？有钱真好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今天不上山，阿姐要教你们挤羊奶。昨晚刚丧子，现在倒警惕了。不用太用力，捏疼母羊，它就会用蹄子踢你们。天气热容易馊，每次小半罐就行，不能直接喝，要煮开加等量温水煮沸，放凉才能喂。阿姐好厉害，什么都懂。诗雪把阿姐说的全记住，以后也会和我一样厉害。阿昭姐，你爹娘和阿爷阿婆呢？去田里浇水了。昨晚我和今朝上山捉的羊，阿爹厉不厉害？哼，你要真能抓到，
下午再抓一只回来，已有肉了，不用上山。今朝一定又给老吴送肉了，捉到羊也不送点给二伯尝尝，就知道赌吃食。肉不够，我们3人吃，挪不出多余的送二伯。老吴怎么有？难道不是你送的？大伯应得的，昨晚一起去的，我怎好不分给他？好端端晚上上山干嘛？多危险！这不还有一只小的吗？他还小，长大后才能吃。在老吴你们嫌我们累赘，今天上门就是要东西。你二婶以为你偏心大哥才伤心，我们心里是有你们的。大伯天天帮挑水，我不偏心他偏心谁？你们连脸都没露过，怎么没上门问过我们有没有粮食吃？怕不是早忘干净了。阿昭姐，给我吃一点吧，我阿娘骂我没钱买肉。只能省出这点给你，带回家吧，再多不够吃了。我吃完再回去。谢谢阿昭姐，我先回去了，带回去肯定会被阿爹阿娘抢走。这么大块肉都不知道让我吃一口，得孝顺我。我想再要一块带你吃，阿昭姐不给啊。大哥故意挑水换肉，你明天也去挑水，趁机要肉。田里浇水累得动弹不了，浇完再去。比打猎累多了，7亩田跑300趟才浇1亩。吃完早饭跟我上山采蘑菇，不浇水了。不管地里的粮食了，把时间耗在田里，不如采蘑菇，少收就少收。你阿姐呢？这也没多少，能卖几个钱？采蘑菇去了，阿姐说比浇水赚钱，里面装的全都是蘑菇。这么多，从哪儿采的？晚上我得再过来，不浇水每亩少收7、8斤，7亩就是50多斤，能卖半两银子。阿爷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危险。新鲜的1斤10文20文，晒干的更贵。酒楼掌柜有多少收多少。1斤10文20文，这么贵？阿爷，今晚你和阿婆来家里吃饭。不用，我回家吃。陷阱里的兔子在锅里烧着，吃不完，明天就不新鲜了。去大伯家把阿婆叫过来，我马上就去。你怎么来了？你阿爷呢？阿爷在我家，阿姐让我叫你去吃饭。好端端的去老三家吃，这不是吃他们粮食吗？阿婆，快走，饭马上做好。这香味儿，脑子里什么想法都没了，把一整只都做掉了。煮饭可以加一半粗酥，不用全煮大米。用素煮饭太粗糙，容易沤嗓子。白米价格是粗酥2倍，过日子得节省。赚钱就是花的，起名正长身体，该吃好的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阿爷，我想在院子里挖口井，村里有人能做吗？好端端挖井干什么？大伯没给你们挑水？一天洗1次澡就够了，用不着洗2次。中午不洗澡全是汗，洗被褥更费劲，躺地上不舒服。有水井放肉也不怕坏，迟早要挖。花2两银子挖井也行。过2天我去隔壁村喊人。大伯挑水辛苦，这碗肉带回去给永年分分。怎么不叫他们一起吃？昨天二伯来过，说我只送肉偏心。二婶还骂我们吃独食，要抢小羊，肯定是二郎媳妇撺掇的，想白吃肉，做梦！别去了，闻到你一身肉味，不知道炒成什么样。不浇水，少收5、60斤，亏死了。交给大房、二房去浇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今朝没空浇水，你们干完自家的，把3郎家6亩地浇了。好，自家侄女出力帮忙，义不容辞。昨天的肉味还在嘴里飘呢。今朝自己都不浇，那是你侄女，浇60亩都不算多，不浇以后别认我这个爹。阿爹，我又没说不浇。你有没有问蘑菇能卖多少钱？蘑菇能卖几个钱？肯定是嫌挑水累不想干。明天不上山，我去城里把蘑菇卖了。这么多蘑菇怎么运到城里？可以用板车拖，阿爷家就有。我去借。你们阿爹阿娘呢？去田里浇水，还没回来。阿爷，你们这是？你大伯二伯闲着没事儿，干脆帮你把地浇了。剩下1亩，明天浇完。你来干什么？明天去城里卖蘑菇，想借板车用一下。阿姐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阿爷和大伯二伯在帮我们浇水啊。二伯怎么也挑？6亩田挑水很累，二伯从来不帮忙的。明天晚上请他们吃饭感谢，留2斤蘑菇烧汤。麻袋撞的是啥？他真能撑1个月啊！掌柜，宋姑娘来卖蘑菇了。
算时间正好是今天送蘑菇。本公子倒要瞧瞧她是怎样一位女子。少东家，贵酒楼给的价钱很高，值得辛苦。一般人见我都卑躬屈膝，此女倒是不一样。农户能养出这样的女儿。宋姑娘，这是我家少爷。我想请宋姑娘带人去滇云采蘑菇，路上费用我李家全包。滇云太远，2、3个月不能归家，我不放心家中弟妹，多谢好意。采到的蘑菇你分3成，这是最高价钱。请掌柜赶紧结算，今日家中有事。一共21两390文钱。7日后送最后一批，数量没这次多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以后可就没了。不方便出远门，能采菇的人很多。派人跟上，看看他家在哪里。阿姐，这些都是用卖蘑菇的钱买的吗？对，而且还剩好多钱。啊？还记得每家送几个？大伯家4个人浇水给10个，二伯家2个人浇水给5个，还有请他们晚上到家里来吃饭。启明记性真好，去吧。公公也太偏心了，凭什么今朝自己不干，全让我们干？收完粮食又不分我们。你少说2句，干一样的活，就因为你一直在抱怨，阿爹瞪了我们好几次。茶都端不稳，我养你有什么用？阿爹，茶来了。出去吧，我和你阿娘需要休息，做好午饭再叫我们起来。阿爹阿娘，启明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阿昭姐让他过来送包子，真到提送祖了。真的是包子！二伯二伯娘，阿姐让我过来送包子，还让你们晚上带弟弟妹妹去我家吃饭。你阿姐上午去城里了？阿姐去城里卖了蘑菇，还买了好多菜回来，说晚上要请客。在城里买菜肯定有肉，篮子里怎么还有那么多包子？是要送到你大伯家去的吗？对，大伯家有阿爷阿婆4个人帮忙，给10个包子。二伯母和二伯是2个人，所以给5个包子。可是你大伯家只有6个人，我家有5个，不够吃。阿姐就是这么说的。晚上人多，记得让你阿姐多煮点饭。阿姐特意叮嘱过，现在二伯多拿走了2个，这就表示大伯家要少2个。这么点小事自己都做不好，阿姐会不会觉得自己没用？启明，怎么买这么多包子啊？阿姐特意多买让我送过来，还让你们晚上去我家吃饭，二伯家也去。你阿姐花钱大手大脚，买这么多包子还不如称半斤肉来的划算。8个肉包，每人最少能分到1个。眼睛怎么红了？是不是刚才进门的时候摔疼了？我用手撑住了没摔倒，就是我出门的时候阿姐装了15个包子，特意叮嘱过给大伯家10个，二伯家5个。可我刚刚去二伯家的时候，二伯说他们吃不饱，又抢走了2个，我怕阿姐怪我没做好。连2个包子都要抢，二弟也太不像话了，厚脸皮耍到小辈儿面前，哪里还像一个长辈？切，小事儿，就当我阿爷和阿婆一人多给了你二伯1个。天热赶紧回去，告诉你阿姐，田都已经浇完了，让她放心。我去把包子热一下。你是说宋姑娘父母皆已去世？宋姑娘真是让人佩服又怜悯。小的打听到，宋姑娘的阿爹修运河被砸死，她娘早产去世。叔伯要把妹妹冲洗，幼弟过继，是宋姑娘坚持不同意。没想到宋金钊家世这么惨，难怪不愿出远门。弟弟妹妹才10岁，还有婴儿，一个晚上不回家都不放心。少爷，还要让他去滇云吗？罢了，如此境况，他根本不可能离家。宋姑娘实在不容易，幸好少爷不再强求。这肉得有3斤重，割半斤晚上吃，剩下的用盐腌起来，你们留着慢慢吃。阿婆，10几个人半斤肉，一人2口就没了，这是我特意买回来晚上做的。这几天大家挑水浇田累受了不少，这顿饭是我的心意。若是自尊招待不周，以后可没脸再请大伯二伯帮忙。以后可以多走动。阿姐特意加了蜂蜜，可甜了。真羡慕安好每天都能喝到这么好喝的羊奶，
一点怪味都没有。安好喝的羊奶不能加蜂蜜，没味道，一点都不好喝。大嫂过来帮忙也不知道叫我一声，害我都来晚了。你要是有心，就能想到今朝一个人会忙不过来，好意思踩着饭点过来。还不是这几天挑水把我累坏了，一睡就是一下午，没注意到时辰。还有吗？我还想喝一碗。还有，我去给你盛。在哪里？我去自己去盛。就在外面的矮桌上。阿爹，你怎么把羊奶全部喝完了？你能喝，我当然也能喝。别说怪甜的。赶紧喝，喝快点。早知道自己就应该喝得再快点。你一个大人好意思和孩子抢喝的？爹，本来就没剩几口。二伯说谎，明明还剩小半锅。早知道自己就应该先进堂屋。没规矩！你公爹还没动筷，主人都还没讲话，你就先吃了。娘，我饿得肚子疼，再不吃菜就要凉了。今朝为了这顿饭花了多少心思，你们也都看见了。以后别做点事儿就唧唧歪歪个不停，一家人就得相互帮衬，尤其是你们这些长辈。这顿饭油水太足，花的银子肯定不少。二房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爹，您就是瞎操心。今朝卖蘑菇真的能赚钱？二房夫妇德行最差，自私吝啬，说到底都是穷闹的。一斤干蘑菇最少卖20文，就是9月就不长了。这么好的事情，你可不能忘记我们。下次上山把你二伯也带上。山里危险，你就不怕二郎出事？差点忘了，后山有凶兽，会吃人。有今朝在怕什么？真有危险，启明也不会上去。有危险！我第一次上山差点被毒蛇咬死，还好阿姐一斧头砍断了毒蛇的头。后山蘑菇采完了，明日去北山。大伯二伯若想一起一早过来，但我顾不上太多，危险肯定是有。今朝说的对，你们得自己想好。我想要钱，可也不想男人出事，一旦出事岂不成寡妇？我已经打退堂鼓了，我可不想死。阿姐，明天真的要带大伯和二伯一起上山吗？你不想他们去？他们之前想把诗雪和安好送人。爹娘在世，宁愿自己饿着也省一口给我们。你觉得为什么？我们是爹娘生的，他们疼我，舍不得我们吃苦。那如果你只有1块肉，你会舍得分给永年和耀勋吃吗？不舍得，但我会分给阿姐和诗雪。如果有1盘肉，可以分一点。他们帮我们挑水，我们请吃饭带采蘑菇，下次遇到困难他们才会帮，心里没怨言。要相互帮忙，有来有往，不能吃亏，要不然心里会不舒服，闷闷的。没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阿姐，我记住了。阿姐都觉得挑水累，大伯二伯却挑了好几天。我是不是斤斤计较了？你真的要去？北山村人没去过，我不放心。你不是想给永年和巧娘做新衣裳吗？采蘑菇卖就有银子，有今朝在，遇到危险不怕。再厉害，之前还不是差点被毒蛇咬死。不会有事，爹也会去。都说山里危险，你非让我去干嘛？要去你去，我才不去。有今朝在，他还能真让你死了不成？跟着赚钱都不会，我去你也得去。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你非让我去送死，好个屁！饭都吃不饱。爹，要不要叫二弟？大哥和公爹都去，你不去像什么样子子？赶紧出门！你不是说你也去吗？拖拖拉拉，还走不走？大清早这是去干嘛？上山采蘑菇。这么早上山采蘑菇，还不如挖野菜实在。早知道昨天就不该问赚不赚钱。系上香囊，药粉洒满全身，走路动作别太大。好难闻。不难闻怎么自己读？跟紧。越漂亮的蘑菇越有毒，除了我给的那3种，其他全不要碰。不要离我太远，否则遇到危险来不及救你们。今朝吃点。
不用，我和启明带了午饭。二伯，给。是一头狼。是狼，不止一头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前面有鸡松窝。别鸡松窝了，赶紧逃命！等狼群追上来，我们就完蛋了。他们抓到猎物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捕猎。刚才也没发现我们。后山采完了，去哪儿都一样。继续采。明天我不去山上了。阿爷大伯，你们呢？虽说下午没发生危险，可狼群在那里，谁知道会不会过来？你明天还去北山吗？今天没采完的地方，明天需要继续采。我去。我也去。你是没看见，那么多狼嘴上全是口水，一口咬下去，半截身子都没了。那公爹和大哥怎么还去？他们不要命，我要命。怎么不是宋姑娘？宋姑娘，李掌柜，今天似多了几分跨过熟人的友善和交好。这是我阿爷、大伯和二伯，蘑菇我们一起采的，都检查过没问题。就一只烧鸡，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今天他着实显得有些太过热情，到底在想什么？去拖板车，回家。爹，我去买几个肉包带回去。姑娘要买什么？2套笔墨纸砚，3字机百家姓千字文，各要2本。最便宜一套50文，手抄版30文，印刷版100文。有好点的吗？这套要100文，就要这个2套，纸再多拿50张。手抄版书法有功底，印刷版字迹时浅时深，印刷术还在起步。我要手抄的。真舍得花钱，没想到自己看漏眼了。早知道这么赚钱，就应该早点去。之前忙着挑水，哪有空？都怪你中间歇了一天，要不然就有无量银子了。哪里这么好赚？山上都是野兽，我差点丢掉小命。井台修高一些，家里有孩子，太低不注意容易掉下去。就像村里的井口一样，修一圈围栏，孩子就不会掉进去了。围栏不坚固，还是用砖砌，再装一个井辘轳，方便提水。那得多花200文钱。可以，麻烦帮我修得牢固一点。挑水的活没捞着，倒霉透了。笔要握直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阿姐，我写好了。写得不错，非常棒。这是在做什么？阿婆，阿姐在教我们写字。这些东西哪里是农户生出来的孩子能碰的，全浪费了。我刚才过去的时候，今朝正在教启明和诗学写字，正正经经一笔一画的写，想必花了不少钱。三郎媳妇识字，今朝是他教的。真要学启明一个就够了。诗雪是个女娃，读书又没用，什么东西都买2份，多浪费银子。谁说女娃没用？今朝就特别有出息。来就来，带什么东西？这孩子养得真好。阿爷，我准备过2天给安好补办一个满月酒。二房来吃饭的人最多，还这么抠门，打发谁呢？你教启明读书写字，是打算让他考科举？是有这个想法，能走科举的路子最好，考不上多读点书也有好处。城里私塾1年要花10几两，镇上童生开的只收2两。启明真想读，可以先送到镇上。我再想想，镇上便宜但远，城里先生学问更好。今朝水又深又急，赶紧上来！我不到中间去，中午的满月酒还差2条鱼。今朝今年14岁，还没定亲吧？今朝年纪还小，不着急嫁人。等你16岁的时候，在村里招个赘婿。等启明成家后再分家。阿爷，在启明成家之前，我绝不会嫁人，我没空，也没那个心思。为什么这里没有收割机？才半个时辰，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阿姐，快点割，赶在下雨前收完。阿爷白天干，晚上还要干，太累了。我想请人给稻谷托粒。不行，请人不得花银子，就忙几天。秋结束有大把时间休息。等秋收结束，自己得累死半条命。牛可以拉屎过，羊当然也可以，就是费力些，还缺个食过，总算可以不用手托了。别让羊在稻子里拉屎。阿爷放心，他刚拉过。那是安好的口粮，把他累垮了，你去哪里弄羊奶回来？这6天累得像头牛，幸好有母羊托力。
七亩水田收到7吨86斤，旱地收粟3吨，朝廷免你家3吨粮税，今年不用交了，按个手印儿。剩下能抵扣的粮税，明年还能用吗？不能，怪只怪你家今年收的粮食不够多。那能给我阿爷、大伯、二别家用吗？你们已经分家，抵不了。你会写字？会，我阿姐教过我。你弟弟没成年，你也要签字。明天卖粮，后天带你们上街买东西。啊，好呢，带他一起去。白天闷热，果然下了大雨。房顶漏水，滴到了床上。阿姐，蹲在里面，不要出来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人怎么能这么惨？阿爷，我家粮食全部被水淹了。刮大风，屋顶掀飞，粮食湿了，墙倒两面，厨房塌了。煮江水驱寒，大郎过去看看。昨天该卖了的。房子太旧，我想盖新房。确定要盖新的？我怕大雪压塌。2间房12两，钱全掏进去。我钱够，必须盖新的。3间正房加茅房、厨房、西厢房，后院地窖，前院羊圈，院子围起来。没30两银子盖不好。孩子长大要分房，4个房间才够。卖了30多两，够建。不能全花完，得留钱过日子。阿爷，我想用青砖建房子，围墙用土坯。青砖得花多少钱？30两不够。卖花豹的钱没花完，先左用。钱留手里防急事，启明读书也要钱。谁不想住青砖房？没钱才住土坯，照我家青砖房多好。罢了，我去砖窑买砖。听说建房钱是卖蘑菇赚的，打猎赚的，杀花豹存的银子。能杀花豹？刀疤教的，他一点伤没受，砍下豹头。你好福气。他大手大脚，非要盖青砖房。你把钱拿过来管。我咋管孩子赚的钱？不够大郎二郎借给他。再有本事也得养活3个弟妹，这姑娘不容易。青砖瓦片用掉32两，剩下的用土坯建，怎样？不行，全用青砖。我何时能住上这好房子？等二弟有今朝这本事，让耀祖搬来住几年。拿10两银子给今朝。姑娘来此有何事？买一把弓，再要一个匕首。弓2两，箭15文。这个呢？1两银子。买弓和匕首能送10支箭吗？最多送5支。9部行不行？最多送7支，再多亏本了。7支就7支，我要自己挑。随便挑，不封窑回炉重造。建房子是不是用了很多钱？几10两银子，把钱都花光了，太费钱，让阿姐好辛苦。父亲没狼群，好机会。给我死！似乎体型太大，赶紧出林子。又是他！赶快拿碗来接露血。有热水吗？我想洗个澡。掌柜在后院等你，先出去。40两银子，我全包了。100斤重，至少得50两。价格打折扣。上山遇大虫，差点没命。40两不够。猎杀大虫至少100两。那虫小腿比我腰粗，猎杀怕丢命。50两，最高价。再装10个包子。牛肉怎么这么老？太老官府才准杀，熬1天都没烂。今朝还没回来，不会遇到狼群了吧？我要阿姐带我去山上。别哭，你阿姐能杀豹子，等会儿就回来。爹，要找村长喊人上山找今朝吗？再等等，若是去了西宁城，差不多也该回来了。我去村口看看。
今朝打猎一夜未归，失血急疯了。不会遇到狼群了吧？再危险也得找尸首。你去大房问问找人。唉，总好过有钱盖没命住。干嘛呢？谁欺负你了？这衣服眼熟，是失血。阿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阿姐去城里了，回来的晚。你之前中午就回来，现在都快晚上了。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他们等了你一下午。原来这就是有家人等的感觉。我想让你阿婆搬过来住，方便照顾。今年我不打算再上山，在家陪他们。既然这样，你阿婆就不用过来了。知道有狼还往那儿跑，看把孩子急的。若不是大狼提灵群，孩子也不会急成这样。阿姐，我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像个小仙女。这是要出门，带启明失血去城里逛逛。今天法安寺有庙会，一起去上香求佛祖保佑。那就去庙会。庙委有便宜料子，多买点。姨爸娘嚟睇攀低唔起妈妈，他们又干活，冇空。我也好想去。衣服随时能洗，带他们去。人多别跑，把手牵起来。先去上香，下山再买。求佛祖保佑家人身体健康，无病无灾。保佑这孩子平安长大，壮得跟牛一样。阿姐，我想吃糖葫芦，买一肠胃就行。难得来一次，想买就买。给阿娘吃一口，快咬，赶在阿娘吃完前吃光。不得责人，又能吃到，这样最好。阿姐，有好多字我都不认识。你才学了2个月，肯定有字不认识。等再学2年，就都会读了。跟着阿昭姐就能蹭到吃的，我得继续撑着下巴等。阿姐，这个字怎么读？药，这个字读药，是能治病的药吗？老板，就只有这3本医书吗？就这3本，多年前的，想买算便宜点，50文就行。阿婆说要回去了，我还没喝到糖水呢。快到中午，得回家做饭了。阿婆，就在这儿吃吧，糖葫芦开胃，越吃越饿。你阿爷大伯还等着，哪有男子进厨房？阿婆，我是男子汉，我会进厨房做饭。我肚子好饿，饿得有点疼。婆婆，要不就在这儿吃吧，这么多人得花多少钱？阿昭姐，对面糖水特别好吃，去年一直想着。带永年和耀祖一起去买，1人1碗。不用，1碗馄饨就饱了。大伯娘，我胃口大，能喝得下。来弟聪明，还护着妹妹，这机灵劲儿，不知道长大后啥样。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砍了一上午柴，连口热饭都没有。今儿昭和大嫂坚持在外面吃，连娘都同意了，我有啥办法？有没有给我带？4碗馄饨32文钱。没带，我就下了2碗。后来今朝请喝糖水，幸好带他们去了。柴火的事交给我和你大伯，你们在家好好休息。嘴上说的好听，要不是爹去喊，8辈子等不到他帮忙。这都是夏天孵的新鸡，每天都会下蛋。阿姐要这个，1人挑3只，多出来的2只冬天杀了吃。启明，阿姐想让你明年去城里私塾念书。为什么要去城里？阿姐不能教。阿姐想让你考科举当官，考上秀才就不用交粮税徭役。读书入仕是改变命运最好的方法。我要是去读书，家里就没人帮阿姐干活了。你要是能考上进士，就可以买许多仆人服侍我和失血，就像赵老爷那样。我愿意考科举，我一定要当大官，让阿姐过上好日子。单位做官赚钱功利性太强，只要不贪就行了。这段时间在家把字练好，书背熟，先生考你答不上来就完了。失血，从今天开始，阿姐带你学医，以后当大夫。像村里的赤脚郎中，你要是能学好，比他们厉害多了。这张纸上所有的药材都给我来半两。这本名师300首，
读书人人手一本。有没有医书？有，但知识浅薄。青砖房就是保暖，这日子真舒服。大婶，你看，明天冬至4时去墓前祭拜，接着去我家吃饭，饺子、杀鸡、纸钱、米酒都备好了，是不是就行了？够好了，你爹娘在世都没吃过这些。阿爹阿娘，等明年清明给你们换柏木墓碑，可气派了。三郎，放心投胎，今朝他们日子好过了，住青砖瓦房舒服得很。这么肥的母鸡舍得杀，留着下蛋多好。那是今朝孝顺，你逢年过节空手，鸡毛都没见过。阿姐，这样真的能捕到鱼吗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阿姐，好多鱼，别人肯定也想吃，干脆多捕点去城里卖。启明，去叫大伯把板车拖来。跑这么快干嘛？小心滑道。阿爷，阿姐捕了好多鱼，木桶都装不下，让你们拖板车。大冬捕什么鱼？冻死了！你去叫二郎一起拖车。雪这么厚，怎么拖得动板车？废话这么多，今朝让你去你就去。拖车有鲜鱼吃，可屋外实在太冷，真不想出门。雪这么厚，拖板车干啥？这么多鱼哪来的？不好，被看见了。今朝从河里捕的，正要运城里卖。阿爷他们来了！我的乖乖，这是把河里鱼都捉完了。过年家家想吃鱼，我想运城里卖掉。板车装不满，我再下一网。路过伯家纷纷留3条够咱吃就行，1条水煮，1条清蒸，1条烤鱼，够了。知道了，阿姐。老叔家好几天没见荤腥，能不能卖我1条？城里卖15文，村里人给您10文1斤。嘿嘿，什么理？我挑1条大的。怎么称？用手掂掂，按少了算。去城里，我找李掌柜借秤。接近8斤，按7斤算怎样？按7斤算，我身上没带钱，晚点送家去。嘿嘿，快走，可别再来人了。土蛋阿爷来人，噗噗！哎呦喂，怎么就走得这样快？雪天入城，每人交3文，板车算10个人头。官爷，去年入城没这规矩。城门一直开着，谁给你胆子私下收百姓钱？闲敢动城？小姑娘长得好看，送半车鱼到我家，本官爷饶了你。军爷，我孙女不懂事，我去送鱼。滚开！我要她亲自送。来得好！何人在此闹事？将军，小人例行检查，被他殴打，贱民该杀。将军，不关草民孙女的事，求饶命！民女宋今朝并未闹事，乃是自卫。他们索要入城费，还要半车鲜鱼，对我行流氓之态，情急才反抗。将军，我侄女句句属实，说假话天打雷劈。他看我侄女漂亮，逼他亲自送，这是要逼死人呐！将军，草民入城被他们抢走2只野兔，求做主。1人60军棍，打完扔赶死营。将军饶命啊！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你的武功是在哪里学的？村里过世的军户教我的。鱼卖多少钱1斤？我都要了。把板车拖到县衙。大概能卖15两，这给的太多，因祸得福。你怎么胆子这么大，敢和官府作对？县太爷似有贤名，
那4人不是我的对手，就算将军没来，也不敢闹大，何惧之有？今朝给了多少银子？赶紧过来推车，从后门走，前门板车上不去。官爷怎么不在城门站岗？这是升官了。边关13城被惊雷军接手，日日巡逻，累个半死。这是要打仗了？是游走边关的盗贼，成不了气候。近些天少出门，别去云中城。当年朔北贼子冬季洗劫村落，一粒米不剩，村民饿死凄惨得很。这些天别出村子，难免不会有人像6年前那样。这是辛苦费，谢谢阿爷帮忙拖鱼。你送过鱼，银子不用给。下次有这种事儿，记得找我，我会回家吃饭了。给你2个饽饽就行，阿爷不要。跑一趟能挣2两银子，发财了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慌？不跑快点，怕阿爹让我还钱。跑一趟得2两，还好我跑得快。今朝大方，帮忙就不吃亏，这道理我早懂了。开春送你去私塾，争取后年考秀才。阿姐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事，阿姐就是担心一旦打仗，官府把你抓去当兵。哥哥过完年才11岁，真到走投无路，11岁也可能被拉上战场，得做最坏打算。朔北贼子侵略华家村，烧杀抢掠，死了好几百人，估计要打仗了。靖力军呢？没去杀贼人。靖力军倒是人都杀光了，贼子先一步逃走。得制作威力更强的武器，让他们有自保能力。朔北贼子根本不是兵卒假扮，都是山贼，想祸水东引，散播谣言。幸好是假的，真怕打仗。得顾及这2个孩子，让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吃好点儿。能不能定制铁器？什么铁器？这是弓弩和袖箭的图纸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出来？哎，爹，这是姑娘画的。要求精细的上好铁矿，起码20两银子，至少1个月，先付2两定金。药膏涂太多不透气易腐烂，浅浅1层即可，每日清理换药，好得快。姑娘懂医？略懂。药安桃特制的，治烫伤效果特别好，就得涂厚点。这药膏开的不对，你们可以去另外3家医馆问问。这药对烫伤作用最小，减慢痊愈，不知是故意还是医术不精。之前不觉得，现在怎么看涂了3天药还是这样？阿爹，我们再去其他医馆看看，我不放心。烫伤几天了？3天。药性太浅，恢复慢，我重开一副，1天换2次，7日结痂。医者当悬壶济世，切勿贪图名利，罔顾病人痛苦，害人害己。师伯家跑来捡黄连，拖长买药时间赚钱，难怪师傅失望。爹，你要不要把药膏拿到另外2家医馆问问？何大夫没有明说，最多就是医术不精，以后不去药安堂看病就是。弓弩的短箭多做20支，等那位姑娘来取货时送给她。还好那位姑娘看出来了，否则阿爹的伤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好。才停了几天又开始下雪，这里冬季真的很漫长。以前不一直都是这样，现在才1月，要到3月初小草才会长出来。可能是往年冬天整天为吃饭发愁，如今闲下来就觉得时间过得格外慢。整整5个月雪天寒冬，到开春温度也只到0上，边关的气候真的太寒冷了。村委栓柱家昨天晚上进了好几头狼，把院子里的鸡鸭全都被咬死拖走了，留下一地鸡毛鸭毛。他儿子到现在都还在做噩梦，半夜我也听到了狼叫声，声音特别恐怖，这是山上找不吃的，下山来吃人了。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全都抓起来放进屋里藏起来，狼能闻着血腥味找过来。村长，杀不杀狼都要打，他们在山上找不到吃的，可不得下来祸害我们。肯定是上次看到的那群狼，他们从北山过来了，光目测冒出头的就有5、6头。我去金钊家看看，他们院子里有2头羊，要是被发现狼群，肯定第一个冲进去。气温越低，这些没有吃果腹的肉食动物就越凶狠，走到绝境，甚至会主动攻击人类以求生存。阿爷，昨天晚上狼群袭击了村委栓柱家，我担心他们今晚还会过来。你把这2头羊关进西屋去，还有鸡窝里的鸡也关进去，门和窗户都关好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都千万别出来。就算他们真这么高，狼都跳不进来了，我也能躲在在屋子里射杀他。阿爷知道你有本事，双拳牙医千万不能冒险，万事当心，家里还有启明他。人最怕没有牵挂，一旦没有了顾虑，就连自己的性命都不会放在眼里。阿姐，盖住安好的耳朵，别让他听见。启明，快出来锁门。阿姐，死！接住，用火把护身。在那边，在大田家。
爷受了伤，还活着。狼已经走了，你们两个回房间睡觉，别动着。让开，忍着点儿。止住了，那些狼会不会再来？死掉的5头狼对他们的损失很大，在确保能将我们全杀了之前，他们应该不会再下山袭击我们。昨天晚上多谢你出手相助，要不然我阿爹肯定不行了。不用，家里没什么收拾东西，给启明他们补补身体。昨天晚上肯定吓到了，伤口太深，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我再给你们拿点药，每天换2次，半个月伤口应该就能长好。今朝，昨天晚上死掉的5头狼，现在就放在祠堂里，你看怎么处理比较好？有2头最后是水生树用棍子敲死的，给我3张狼皮，再加10斤狼肉，其他的村里看着办。好，我让人把皮剥了给你送过来。村里好些人家过年都没沾到荤腥，正好家家户户都分一点。几百斤狼肉本来都应该是你的，现在就分到了10斤，你大伯家也才20斤。今朝，要不你去找村长说，多分点肉给我们。狼肉太柴，启明和诗雪都不喜欢吃，家里剩下的二伯带回去吃吧。折叠弓弩上的机关做起来太费劲，中间失败了1次，好在最后我用铁皮包住2边木头，才没让它断开。这20支袖箭是送给姑娘的。去医院看了？何大夫没有明说，不过我大概猜到了，多谢姑娘提醒。小事，医者仁心，我看不下去罢了。要说西宁城的私塾可就多了，现还有2家同生开的小私塾。最好的是哪几家？郑家私塾、刘家私塾和王家私塾都不错。3家哪家考上的学生最多？那肯定是王家私塾，教书的是王举人，私塾里还请了一个袁秀才，城里好些人家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。毕竟另外2家都只有一个教书先生，还都是秀才功名。这位王举人性情如何？可有喜欢的东西？这姑娘懂行。王举人喜欢收富贵人家的孩子，从来不收穷人。每年数学要交10两银子，逢年过节的诗礼都要挑最好的。另外2家呢？郑秀才和刘秀才都不错，秀才没有举人学人寥寥无几，大多考上童生后，要么转到王家私塾，要么放弃读书找个活干，一辈子也就跟我差不多。王举人贪图名利，人品堪忧，还是郑秀才适合。可读过什么书？读过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和《千字文》，名诗300首也读过几篇。可会背？会背《三字经》和《千字文》。将《千字文》背给我听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辰宿列张。会背僵话术列张，没有一丝拖沓结巴，太熟了。资父弑君，约言语敬，因由尤勿敬。停下，可会写字？不会。会写。月儿，拿笔墨过来。笔画字字有力，刚健柔美，比读过2年书的小孩写的还要好。11岁才来读书算晚，但这孩子有天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家里读书的？去年9月。半年自学成这样，不仅需要天分，更要刻苦。这姑娘眼界高。我有个学生也是宋家村人，不知你们是否相识？听闻我们村村长的孙子高丽就在城里读书，难道郑先生的学生？是那孩子，3月初1带着数分来入学，辰时上课，切勿迟到。多谢先生。运气不错，没想到宋高丽也在郑秀才的私塾里读书。阿姐，我上下学是不是可以搭村长家的牛车？是，不过我们得去村长家求人带上你。郑秀才收启明了？收了，让3月初1去上学。老宋家终于有人要读书了。启明，机会难得，你阿姐为了让你读书费了不少心思，你可得好好念，争取早日考个功名回来。我一定会好好念书，让阿姐和妹妹过上有人服侍的好日子。都是宋家的孩子，启明能去读书，永琪只能种地，命不一样了。宋高丽就在郑秀才的私塾里读书，想让启明上下学坐村长家的牛车。启明年纪小，难免需要大壮叔多照应，我想提点东西去村长家打个招呼，把事情定下来。你说我们要不要也送永年去私塾读书？1年束修6两银子，我们哪出得起？家里现在了些钱，今年种田采蘑菇还能存10几两，够永年去读书。今年还要再生一个儿子，把钱都花在永年身上，其他的孩子怎么办？爹娘手里还有银子，可以拿些出来给永娘读书。爹娘手里的钱是他们的养老钱，给永娘读书，二弟肯定会闹。哼，二老现在和自家住在一起，拿点钱出来又怎么了？宋高丽读了3年都没考上，我看今朝也就是图新鲜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放弃。启明要去城里读书，昨天我带他去郑秀才家拜访，让他3月初1去私塾上学。今朝要干活，家里还有2个小的需要照顾，所以我们想让启明早晚搭你们的牛车，一来一回给2文钱。就是这孩子年纪小，难免需要大壮多照顾。1天2文钱，1个月60文，这钱白赚。这都是小事儿，
以后他们就是同窗，平常就应该多走动。这是一点心意，给大壮叔添点酒菜。宋永年不读书，反倒是丧父丧母的宋启明。宋老爹家也是奇怪。那要看谁出钱。宋老爹3个儿子早已分家，说到底还是宋金元有本事，供得起宋启明。那日历正在的时候，2个孩子就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。宋家3房怕是要起来，以后接送你费点心，让高丽和启明多相处相处。每日白得2文钱，对自家也有好处。启明要去城里读书，你是不是也要去？我从来没想过读书，可现在听到别人问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我比启明哥哥年纪小，现在还不用读书。阿娘，等我长到11岁，是不是也可以像启明哥哥一样去城里读书？对，等过2年，阿娘也送你去读书。说什么胡话？我们哪有钱供耀祖读书？我们没钱，爹娘有钱。他们种田多出来粮食都补贴给了大哥大嫂，去年采蘑菇也赚了好几两银子。你我要是不想，等以后他们走了，就全是大房的了。爹娘手里有钱，我们就耀祖1个儿子，也不打算再生。难道你想让他处处落别人一筹？正好趁这个机会让爹娘掏钱。已经分家，我就怕大哥不答应。这有何难？启明去城里读书，我就不信大嫂心里没想法。只要他敢送永年去读书，我们就去老屋找爹娘要钱。那要是大哥不提怎么办？你话说得太早，到时候要是不送，耀祖肯定会难过，说不定还会怪我们。反正耀祖比永年小2岁，我们等得起，大房不一定等得起。你这2天多和爹娘走动，别让他们瞒着我们偷偷送永读书就成。耀祖脑瓜机灵，只要能考上，以后村里人都得喊你一声老爷，多有面子。有道理。以后家里事情忙不过来，随时到老屋来找阿爷和阿婆。安好身体的亏妃已经养回来了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待家里不能出门。出门我就把他们都带上。自从3郎夫妇去世后，自己一直不放心4个孩子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自己老了也管不了那么多。高丽在私塾念书1年要花多少银子？1年数余轩6两，加上7七8八其他费用，差不多12两。昨天你公爹和金昭我家他说启明就要去城里读书，可把我惊着了。金这丫头不仅有本事，对弟妹还好。启明他爹在世的时候都没说要把孩子送到私塾读，金昭却做到了。可惜就是晚了几年，11岁才上学堂，等考上还不知道要到几岁。11岁晚了，书得从小读。我家高丽入学的时候，先生就说他晚了，别人家孩子都是6岁入学，我家高丽8岁才开始进学堂，足足晚了2年，到现在都还没考上童生。本来想着今年再生一个，明年再送，现在看来绝对不行。我要永娘去私塾读书，得赶紧把耀祖读书的事情定下来。我想让永宁去私塾读书。你怎么还没放弃？都说了家里没钱。我们可以换一家私塾，城里有的私塾1年才收3两银子树根，我们省着点肯定够。那是童生老爷开的私塾，读一辈子都考不上秀才。可以先读1年，再去好的私塾读书，到时候进度就能快点。那就等明年再去读。大壮媳妇儿说了，孩子越小读书越好，永年已经晚了好几年，再晚1年就真的没用了。读书能有几个能考上？到时候还得下地干活，反正都已经晚了，大不了再生一个儿子培养小的，永年长大后还能帮忙。不行，先来后到，永宁必须得读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还没你侄女有远见？吵什么？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吵架。我想让永宁去私塾读书，大郎就是不同意。没想到启明读书让大房有了想法。能读书是好事，可1年12银子的开销，你打算怎么挤出来？去年采蘑菇卖鱼存的钱够交今年的树丰，之前存了一些，卖粮食也有2两银子进账，够他1年花销。读1年书就见底了，明年怎么办？读1年就不读，还不如从来没有开始过。平常吃喝哪样不要花钱？去年过年大郎说还想再要一个儿子，不生了。爹，永年是你亲孙子，你肯定也想让他有一个好的前途。启明能去城里读书，他去不了，你让他心里怎么想？我闹这些还不是为了孩子？小姑娘都比不上。别哭了，就按你说的，先送永年去童生老爷的私塾里开蒙，等来年再看。他真的妥协了。阿娘，饭做好了没有？我饿了。阿爹，我饿了。差别真的很大，不读书一辈子只能种田靠天吃饭，没出息。念就要念好的。让永年也去郑秀才的私塾，多出来的束绣我跟你阿娘出。得赶紧把耀祖读书的事情定下来。谢谢爹，这银子就算我和梨花借你们的。一家人有什么借不借的？我和你阿娘年纪越来越大，你们还得自己多努力。大房得逞了，我们得赶紧。爹，我想耀祖去私塾读书，家里钱不够，你能不能接济我们一点儿？耀祖才8岁，钱不够可以过2年再读。8岁上学太晚。大壮媳妇儿说，孩子6岁就应该进学堂了。他是偷听了还是去问了？爹娘可不能偏心，永年有的耀祖也必须有。他们刚才说的话肯定被二房听见了。分家的时候家里东西分得清清楚楚，都过了这么多年，你们怎么好意思再让爹娘出钱供耀祖读书？大嫂要是这么说，就让爹娘跟我们二房住，免得便宜都被你们占了，反倒说我们不孝顺。老祖宗的规矩，爹娘跟长子住，你让爹娘搬过去是想让村里人指我的鼻子骂我不孝顺。若是孝顺，分家的时候家产就应该分3份，那才叫照顾爹娘养爹娘。现在他们独得1份，还不都补贴给了你？可现在补贴大房的确不公平。都别吵了。一家给3两银子束修，1年就是9块。我和你娘没那么多钱。启明读书今朝供得起，他们家不用给钱。老婆子，去把今朝叫来，
给3房分，我们得变少。若是不给，今朝不带我们采蘑菇怎么办？山上可是有狼的。上次这样还是讨论去处，现在又是在干嘛？坐到阿爷身边来。分家时，我和你阿婆自己留了10亩地，本来想着等我们2个死了之后给大房5亩，剩下5亩你们2房均分。永年和药房要读书，你大伯二拔供不起，让我和你阿婆补贴3两银子，给了他们起名应该也要有。可我们又出不钱，才来没那么这一出。阿爷，我不缺这3两银子，你们自己留着养老。深山危险，你赚的每水分钱都是用性命。去城里卖鱼被官兵欺辱，你也毫不退让，还不都是为了赚钱让启明他们过好日子？你爹娘已经没了，阿爷不能再让你们受委屈。那我呢？今天补贴2个伯伯和伯母都在，我做主，剩下大房得4亩，二房得2亩。今天把字据写下来，我剩下6亩田，明日我和今朝便去县衙过户。凭什么我比大哥少？就凭等我和你娘老了动不了的时候，要你大哥大嫂照顾养活。哼！爹娘的意思是，以后养老和我们2房再没关系。我一把屎一尿把他拉扯大，到了年纪给他娶媳妇儿。你生孩子的时候照顾你坐月子，现在就想甩开我们老两口了。分家的时候田地房子一样不落，老了就说没关系。你良心被狗吃了。没娶你之前，二郎乖巧听话，把你娶进门后他就变了，肯定是你私下撺掇的。什么乖巧听话，分明就是自私胆小，还懒惰。有没有关系？要看你们孝不孝顺。我总不能拿着碗去你们2房门口要饭。就按照爹说的来，4亩田我没意见。无非少半亩田，能抠出9两银子，总好过只便宜大房。怎么会？大哥要是不给爹娘吃饭，我肯定给。老二被二儿媳拿捏得死死的，以后怕是没指望了。1年花费12两，除去补贴还有9两，大伯二伯负担得起吗？怕不是要顿顿吃糠咽菜。麻烦官爷把这4亩田改到我孙女的名下。之前都给启明，这次居然写我的名字。有这4亩田当嫁妆，就算你晚些嫁人，婆家也会高看你一眼。原来阿爹是这么打算的。这次落到了实地上。读书不是一蹴而就，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。孩子的年龄有些大了，若是家里条件好，直接收下便是。可这是农户家，负担太重。若是家中富裕，也不会拖到现在。还请先生将勤学苦读，不白费先生的教导。先生放心，耀祖从小就聪明，肯定能读好书。宋老爹3个孙子全都要去私塾读书了。一趟能赚7文钱，这趟跑得值。有我带耀祖去就够了，你非要去干嘛？多花1文钱车费。耀祖，你一定要好好念书，争取早日给娘考个功名回来。才读书就要考功名，哪有这么容易？真有出息，耀祖以后肯定是当大官的料。阿姐怎么了？没事，田野风景好看。安静，马上就要上课了，无关人等请离开。这样的地方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幸好我让耀祖带了饭团，一顿饭10文钱菜，郑秀才要吞掉一半。郑夫人说了，中午1荤1素，吃的是白米饭，贵点也是应该的。大伯二伯，我在城里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开春要做衣服，家里调料也用完了。阿姐，我在菜园子里发现了一颗黄芪，刚冒头就认出来了。看来百药图上的药材你都记住了。等天气暖和点，阿姐带你去外面采新鲜的药材。你要正式开始学医了。阿豪怎么办？带他一起去，免得白天睡饱，晚上一直闹腾。我还以为你不会育苗过来教你，没想到你都育好了。以前看阿爹弄过，我就会了。其实是上学时候在书上看过。阿姐，这是先生给我的新书，从明天开始我就能在经馆上课了。这是郑先生写的，是先生夸我学得快，奖励给我的。那你可得好好学，别辜负了先生的期望。阿姐，家里的柴火快用完了，等过几天放春假，我们再去河滩上捡。明天我带诗雪去田埂上挖药材，会顺便捡点柴回来。柴火还能撑到春假。我打算在后面的菜园子里种一些药材，方便诗雪观察。怎么把安好也带出来了？不插秧，我和你大伯娘都闲在家里。你和诗雪出来挖野菜的时候，就把安好送过来，我帮你照顾。酒神，你怎么还在这里挖野菜？你家石根出事了！我家石根怎么了？你家石根在半山腰砍柴，撞见了熊瞎子，被人发现的时候昏迷不醒，正往家抬呢。我家土蛋呢？什么土蛋？没看到土蛋，就只有你家石根。带安好回家。石根，你醒醒，别丢下阿爹！大夫来了，大夫来了！没救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儿子在哪里？你快告诉我儿子在哪里！大夫，求你救他，让他醒过来说句话也是好的。伤成这样，别说醒过来，一盏茶的时间都熬不了。我可以，他活不了多久，不如冒险一试，至少能知道土蛋是生是死。郎中都说不行，今朝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我看不行。上次宋大田的腿被狼咬了，就是宋今朝治好的。今朝，
你来，我信你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女娃有没有这样大的本事。一定要醒过来！竟然止住了！让我来，手臂断裂，内脏受损，救不了，但希望能问出土蛋下落。你个女娃子在说什么胡话？人都要死了，你要干嘛？可以用银针刺激他的大脑，如果意志足够坚定，或许能短暂的清醒过来。这样的医术没人能做到，刺不好当场人就会毙命。宋时根，你再不行，你儿子就要死了，土蛋要死了！儿子啊，你快醒醒，土蛋等着你救命呢！你得救救你儿子，你得救救他！土蛋，快跑！快上去救土蛋！土蛋在山上的树上，我让他爬上去，千万别下来！救土蛋，救儿子！他竟然能把握得这般精准，真让人醒了过来。村长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！求求你救救我儿子！大家回家拿上家伙，马上上山救人！村长，过去这么久，可能孩子已经死了，去了也是白去。我们哪里会是熊瞎对手？上次逃走的狼群还在山上，若是撞在一起，怕不是有去无回。野兽怕火，可现在是白天，只要我们不去山上，熊瞎子就不会下来。那棵树很高，熊上不去，土蛋一定还活着。别动！求你救我儿子！我引开熊的时候，他就待在树上哭，救他！金钊，你有本事，你一定能救土蛋！我错了，我不该为了钱，不该好喂奶，求你原谅我！只要你肯上山，我以后当牛做马不别磕了，比我大几十岁，受不起。金钊丫头，我家就土蛋这一个孙子，要是他没了，这个家也就散了。宋金钊能猎杀花豹，一人能杀5头狼，他要是能上山，我们肯定能打过熊瞎子。金钊，救人要紧，我回去拿弓箭。金钊，我跟你去。我也去。你去只会给我拖后腿。等我，我也去。大壮，你马上回家拿刀，跟金钊一起上山救人。土蛋是乡亲们从小看着长大的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敢救人的就一起上山，人多力量大，碰到熊瞎子就杀。村里人都去，不会有事。在家里等我，阿姐马上就回来。宋时根就是从这儿逃下山的，声音撕心裂肺，像是要了命。熊瞎子和老虎！别下来，给我在树上待着。侄女，要不跑吧？晚了。再不跑没命了！这杆子早就被砍。不能跑！宋老虎，打他的腿，别让他抬腿！傻愣着发什么呆？死了！下来，把尸体抬起来，马上下山。快，搭把手！就怕再碰到其他野兽。太险了，他们下来了！土蛋，阿娘，受伤了。老虎的爪子划破了衣服，没伤到肉。爹，受伤的是我。痛吗？痛，没刚才痛。这样呢？啊！我手要断了，不疼了。这些你都是从哪里学的？刀疤叔教我的，我还看了医书。你们杀的老虎是金钊杀的，熊瞎子是我们一起杀的。你们走了没多久，石根就咽了气。石根叔刚去世，我还是不进去了。肉放久了不新鲜，要不我们马上去城里把它们卖了。这么多人等着，还是赶紧称重算钱。这头老虎100两银子，棕熊80两，我出190两。宋姑娘，在下姓马名百川，乃是停云楼的掌柜，有你什么事儿？宋姑娘已经决定卖给我了。好东西自然是价高者得。我早就听说宋姑娘腿脚功夫惊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凡响。190两，我也出190两。这下要发财了。
县太爷在停云楼订了厢房，你就当卖我个面子，把这些让给我。这张虎皮我家老爷惦记了好几年，不能让。今天这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谁开的价格高，我就卖给谁。191两，192两，193两，190两已经是往高报了，再下去200两都不一定能拿下来。再这么争执下去，你我都吃亏。看在县太爷的面子上，把棕熊让给我，晚上的宴席还缺一道蒸熊爪。行，宋姑娘，你把这头棕熊卖给我，我出90两银子。这大虫我出105两，200两还可以冲一冲。各加5两银子，你们拖走。成交。以后再有好东西，宋姑娘记着想着点我停云楼，我开的价格绝对比石有记高。好，就110两。卖大虫的钱归我，棕熊的钱我就不分了。杀大虫我们一点都没帮忙，本来就不用分。卖棕熊的钱你也应该得一份。此事因宋氏根而起，他家死了人，你们要是坚持分给我，就拿5两银子给土蛋家吧。把你的那份给土蛋家。行，丰收收。早知道我也去了。去什么去？听到熊瞎子恨不得躲床底下，嫁给他倒了8辈子血霉，那可是耀祖1年的书用。7两银子啊！今天他们背书没背出来，被先生留堂了。我不想上学了。你游艇是什么？土儿阿爹死了？我都去磕过头了。这狼嚎声怎么离村子越来越近了？最近让村里人不要上山，山里不安分。今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前在外围根本看不到豺狼虎豹，应该是山里野兽争地盘被赶出来的。去年入冬前，我在北山看见了一头雌大虫，比昨天杀的那头还要大。群山对面是云中城，联想到年关朔北贼子横行之事，或许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导致野兽离开了原本的地盘。那得有多大？不会下山吧？就连山脚都没人敢去，怕野兽窜下来。下官拜见庆国公。秦将军不必多礼。近日朔北情形如何？从年关开始，朔北兵卒假冒莽寇，频频侵犯我国边关，还下官带领精灵军将人抓获后，发现他们使用的刀剑上刻有朔北官府的遗迹，才知道他们不是盗贼莽寇，而是朔北兵卒假扮的。前年旱灾颗粒无收，朝廷下令开仓放粮，粮仓里的粮食全都用完了。去年虽是丰收，可也才入库不到30%。下官已经让各府县衙催促商户从南方购买粮食，还未曾有成效。边关不仅百姓穷，就连官府都穷。这是下官犬子允谦，对边关十分熟悉。若是国公爷不嫌弃，出门时可将他带上指路。拜见国公爷。早就听闻令公子年纪轻轻便效力沙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颇有秦将军年轻时的风范。国公爷谬赞。华家村只有23人侥幸活下来，他们家破人亡，寒冬腊月靠乞讨为生。人就是从那个方向逃走的。山里地形复杂，我爹带领精影军在山中搜寻了5天5夜，才找到他们的踪迹。我们去西宁城。怎么就这点人？大军都在寒崖城和云中城驻守，其他城池只有县衙的衙役。现在城墙上的100人是我爹临时调过来的。怎会如此？据我所知，边关13城每座城池有500守军。前几年朝廷发给边关的军饷年年锐减，兵部说边关安稳，把原先各城的守军都裁撤了。恍然想起3年王朝会上，兵部和户部为军饷之事吵架。不仅是各城守军，就连经营军40岁以上的兵卒都被解散回乡，军营少了近2个人。是3年前裁撤的吗？国库空虚，户部嫌兵部花钱太多，最后皇上裁撤。2位贵客进来歇歇脚，我们酒楼后院有上好的草料。他们这里的烧鸡味道一绝，现在正是午时，国公要不要先进去吃饭？不用，就坐下面。贵人一般介意和平民坐在一起，难道是我误会了？宋姑娘是又猎到什么好货了？没有猎物，我这次是来买东西的，麻烦马上帮我打包1只烧鸡和馋花兔。烧鸡还有，可这馋花兔已经断货好几天了，开春后没人来卖兔子，我们掌柜也正为这事发愁呢。一个猎户都没来，就连刘烈父都已经1个半月没来了。那烧鸡分开装，难道出事了，还是不敢上山？边关的女子大不一样，说起话来干脆利落。边关女子性格爽朗一些，但也不全是这样。瞧穿衣打扮是富贵人家公子哥。宋姑娘，你的烧鸡好了。不是冷，是警觉。你我要是再多看上几眼，他就要把插在后腰上的匕首拿出来对着我们了。刚才那个姑娘的眼神，好人家的姑娘出门到酒楼买烧鸡还要带武器。小二，刚才买烧鸡的姑娘是哪家的？
别是这2个富家子弟看上了宋姑娘的美貌。宋姑娘不住在城内，她家住城外。别看她长得瘦瘦小小，但力大无穷，一拳能打死一头老虎。小二，你骗人的吧？怎么可能有姑娘能打死老虎？她才几岁？客官别不信，你们在这城里打听打听。10日前，宋姑娘亲自带着猎到的大虫和棕熊到城里倒卖。我们石有记买了大虫，庭云楼买了棕熊。县太爷请城中商花吃饭，用的就是那头熊的熊掌。像宋姑娘这样厉害的姑娘，娶回家就是当正妻也是；要是当妾室和历史，肯定会闹得婆家天翻地覆。没想到西宁城娴静温柔的大家闺女，简直天壤区别。边关穷苦，自然不能比。啊，就你这的模样，还不够宋姑娘打的。我怎么感觉小二的表情好像不太对？他怕我们2个是胡家子弟，看上人家姑娘。我看着不像好人吗？见到一个就要娶回家。启明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启明。阿姐，失雪想吃烧鸡，正好到了中午，我就多买了1只，你拿进去和同盟一起吃。下次阿姐不用买，我晚上可以回家吃。这小子没领悟到自己的意思。父母早逝，长姐能如此疼爱幼弟，当真是不易。这孩子勤学刻苦，记性好，悟性强，再过几年定能考上秀才。偷懒耍滑，小聪明全都没用在正道上，堂弟之间差别这么大。卖老虎加上之前卖鱼，存了200两银子，心里不慌，不清楚山上的情况，所以一直没上山。阿姐，田野里的药材我们都采过了，树上还有好多药材没找到。那些药材都长在山上，现在不能上去，等过段时间阿姐去山上看看，挖一些药材回来给你种。那还是不要去了，山上有老虎。总不能因为害怕就一直躲着，靠山吃山。等天气暖和点儿，山里的野兽就不会在外面待着，就都往山里面跑了。得想办法弄到冰块。庆国公大驾光临，下官有失远迎。张大人不必拘礼，起来吧。张大人，县衙有衙役多少人？站堂行刑，加上护卫、巡查缉捕，还有牢房看守，一共83人。本官听闻张大人前几日在庭云楼宴请城内商户，是否是为了捐款买粮之事？秦将军特意前来传令，为了让商户捐款，多次派人上门都抽死一出去游说，宴请的费用下官自掏腰包，绝对没有用县衙的钱。本官不是这个意思，本官是想问事情的进展如何。城中一共有13家商户捐了款，一共筹集到2款7800两银子，便等其他一同派人去南方购粮。13家才筹了7000多两，摊到每户才600两，是吝啬还是西宁商户当真不富裕？阿姐，要做多少张面片？很快，马上就好。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特别好吃。你不能吃。给我，你把碗里的凉皮吃完。大学时帮老板看店，学了一门手艺，井水的不够冰，才拿出来一会儿就不凉了。要是能往里面加点冰块就好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有冰？现在就已经很好喝了。夏天冷水都要变温水，气温高凉皮容易坏，得想办法弄到冰块。现在还没到夏天，宋姑娘买冰干什么？冰块昂贵，有冰窖的大户人家都不轻易舍得用。天气越来越热，我想在城里摆摊卖绿豆粥，加点冰块不容易坏。他不会以为夏天的冰块就像冬天一样随处可见。冰块5文钱1斤，宋姑娘一碗绿豆粥得卖多少钱才能把本钱收回来？你说什么？5文钱1斤？一块冰砖30斤150文钱。冬天藏入冰窖，到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才取出来用。酒楼的冰窖没有东家的命令不能开，西宁城只有我们和庭云楼2家酒楼夏日会用冰，自己都不够，更别说卖给别人。这是自己想差了，这里连花都没有，这里又怎么会有人烧屎的？自己去哪里弄烧屎？茅房墙壁上的墙霜倒能制作出烧屎，可那得100年老墙，整个西宁城也找不到几家。自己也不可能拿着碗跑到大户人家的茅房旁边刮墙上的墙霜。有消食吗？没有，这里的大夫没有拿消食制药的习惯。阿姐，去山上采药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？等阿姐把山上的情况摸清楚再带你去。得确定野兽有没有回到深山里。刚才自己想的不是采药，而是进山找蝙蝠和鸟类生活的洞穴，那里可能会有消食。阿姐要上山，阿姐说要摸一摸山里的情况，总不能因为害怕一直不上去。家里的钱大部分都是阿姐打猎挣的。我过2天准备去山上，可能4、5天回不来，我让阿婆住过来照顾你们。怎的要去这么久？去北山1日就能归。阿姐要去那里？靠近外围的山峰肯定不会有溶洞，得往最深处去才行。你们放心，我这次进去不会打猎，就算遇到豺狼虎豹也会避开。阿姐进山不是为了采药，是去找能把水变成冰块的东西。城里冰块太贵，买来冰镇实在不划算，所以我想自己做。什么东西能把水变成冰？除了冬天结冰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等我把东西找回来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这件事谁也不能告诉，就连阿爷也不行。若是有人问起来，就说我进山是为了打猎和药材。消食制冰的法子一旦被其他人知晓，冰块就会烂大街。阿姐放心，我们谁也不告诉。
怎么要去这么久？我想摸摸山里的情况，总不能一直不打猎，不摸清我不放心带人上去。这次往里去些，我还想挖点药材回来种在后院。你就不能歇歇？手上有那么些银子，在家里待几年都不怕。坐吃山空怎么行？等启明考到童生资格去府城考试，花销不知要有多少。启明才去私塾，县试至少3年后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总不能告诉他自己打算让启明明年下场。未雨绸缪总是好的，这事儿我已经和2个孩子打过招呼，您只管让阿婆过去住就是。这是家里的钥匙，诗雪手里也有一把，这是橱柜的钥匙。这几天的菜我都买好了，阿婆只管放手做，到饭点可以把阿爷叫过来一起吃饭。阿姐万事小心，记得早点回来。放心，最多5天。连翻4座山都没看到熟悉的地貌的特征，若不做记号，真怕回不去。10几米高，豺狼虎豹爬不上来，但不能睡太沉。这是闯入了猴子的地盘。不吃猴子，杀了不利于赶路，不纠缠。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这样的地方最容易形成蠕动。瀑布水流骤减，流进了地下暗河，入口就在这儿。皮壳状的白色沉积是礁石。深山老林一旦出事走不出去，速速离开。小小年纪整天待在家里，一点活力都没有。你大伯娘要带巧娘去挖野菜，你跟着一起去。还得给她找点事儿干，免得整天胡思乱想。周围随时有食肉动物，杀牛不容易脱身，不惹麻烦。他们不是东赵国人，浑身血腥气，定是朔北贼子。分开跑！3日后，西宁城外破庙会合。他在看兽皮图，距离太远看不清。不是黄金，里面是黑的，但这作为证据足够了。这是第8座山，天黑赶路，晚上能到家。转身，走。是酒楼里那2个富家子弟。宋姑娘。听石有基的小二说过，宋姑娘站这里干嘛？有位站在这里好。这个记号和你有关系。你们认识我？这是我进山留下的记号，代表第8座山。那东面山峰的7呢？第7座山，我家住西宁城外宋家村，从这里向东确实有7座山。在下以为这些记号是朔北贼子留下的。误会了姑娘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会想到朔北贼子？我们是军营里的兵卒，难免多留心些。金类军统帅秦国将军，你们认识吗？姑娘何出此言？秦国是我爹，在下秦允谦。怪不得眼睛长得有点像。这是朔北人身上的东西。这是朔天国校尉府的令牌，宋姑娘。是有令牌的人呢，死的不能再死，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3日后，西宁城外破灭会合，一西一南跑了。
他们真的打算走山路？今朝，他们是在山里遇到的官爷，他们等一会儿就走。别碰，我身上脏。你们抓到人，我有奖赏吗？宋姑娘想要什么掌数？我想要1匹马。抓到人，我送姑娘2匹。今朝画像上是什么人？人还没抓到，不能说。中午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清淡点都行，谢谢阿婆。不是说去打猎挖药材，怎么竹篓里全是白啥？石头也能用来铸药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。石头还能吃？可以做成药膏外用，内服有忌讳，吃太多对身体不好。现在的消食杂质太多，得先提纯。去端个小板凳过来，现在我们来制冰。阿姐，它真的结冰了！消食可以重复使用，晒干后剩下的就是消食。阿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城里卖凉皮和茶？再过2天，等弄到牛车或马车再出摊。秦允谦，让他就发生。还有一个人呢？带人继续守着，其他人跟本官把人押回去。我们全是朔北国校尉府的暗探，绘制行军路线图。已经过去4天，那个人可能来不了。今朝丫头，衙门来人说你立了功，要赏赐你，已经到你家门口了。是不是还带了2匹马？据查，宋家女郎宋今朝协助捉拿朔北贼子有功，特赏赐骏马2匹，马车1架。这捉拿朔北贼子，还奖励2匹马。这是惊雷军刚退下来的战马，比集市上卖的家养马好得多。秦小将军知道宋姑娘家有2个孩子，特地让人做好车架，一并送过来。那2个人都抓到了？抓到了一个，剩下一个秦小将军已经带兵上山。国公爷说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没抓到的应该是被狼群追杀的那个，8成已经死了。多谢官爷费心跑一趟，进屋喝杯茶再走。今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可得和我好好讲讲。我去山上采药，正好撞几个朔北贼子，就把消息告诉了官府。山里怎么会有朔北贼人？可惜是个女娃，若是个男孩，肯定最有出息。唉，1匹马能卖50两银子，2匹就是100两，这下发财了。战马的价格更贵，肯定不止100两。大伯、二伯会驾马车吗？我们连马都没碰过，怎么可能会驾？我教你们，以后我没空，大伯、二伯就接送3个孩子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努力学。对，是，对，谢马车。休想让我当免费的车夫。1天6文钱，白赚的银子没了。早知道就应该一次性收1年的。人不能太短视。宋今朝在县太爷面前露了脸，以后我们遇到麻烦好行方便。少将军，估计那个人已经被野兽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。继续找，就算是1根骨头，我们也得带回去。用被褥包好，防止冷气散出去。
姑娘，你这卖的是什么吃？这是乌梅冰糖茶，清热解暑。这是酸辣味凉皮和凉面，冰冰凉凉，保管你吃了一碗还想再吃。多少钱？乌梅冰糖茶5文钱一杯，凉皮凉面一杯茶5文钱，这也太贵了。这茶加了乌梅、山楂、甘草药材，还有冰糖冰块，不信你摸摸。算了，给我来一碗不加肉的凉面，我先尝尝。辣椒要多少？吃不吃葱？越吃越饿，没肉怎么这么香？再给我来一份加鸡肉的凉皮，多放点辣椒。好嘞。这也太费钱了。一碗凉皮，一杯茶。我自小这村子里长大。啊，5文钱一杯茶，太贵了。一碗凉皮，乌梅冰糖茶清热解暑，真的不贵。小姑娘，他们一天只赚70文，你这10几文钱还不能续，没人舍得买，你得降价。可我材料贵，成本高，还有冰块，5文钱已经够便宜了。你要是不降价，就拖回去自己喝吧。里面是加了冰。对，加了冰，清热解暑。给我来一杯。好嘞。再给我来一杯。客户群体不对，等多久都不会有人买。阿姐，是一杯都没卖出去吗？我自己喝了一杯，错误估错了码头角工的消费观，5文钱他们舍得花，但不舍得买茶。那为什么不能卖便宜点儿？便宜了，他们觉得不划算，认为我偷工减料。我准备改良配方，直接卖乌梅汤加冰块，或者换个有钱人多的地方。阿爷，我带了茶水过来，你们快来喝。今朝就是孝顺，下次别放这么多东西，弄点茶叶沫子煮煮就行。那个脚夫估计也是这么想的，一天赚600文，1个月18两，这已经很好了。刚开始大家图新鲜，等吃厌了，生意会变差。我再想想办法。今天试试改良配方。大哥，乌梅汤3文钱一碗，要不要来一杯？降价了？让我们攒了一上架版，我在宋今朝买一汤宋朝买会碗，叫2版乌梅汤。昨天那个不好卖，我改了配方，冰块没少。给我来一碗加鸡丝的凉面和一杯乌梅汤。哎，就是这里，凉面比汤面好吃多了。姑娘，来碗凉面，多放花生米。好吃！只用了1个半时辰。幸好他卖的贵，否则我明天得换地方。店家，你们在这里摆摊，每天要交多少钱场位费？我这个摊位小，1个月这个数。老大，试试。这个菜50文钱？想什么呢？50文连门槛都摸不到，500文。那个呢？总不下于这个数。具体你去县衙问。梁书立，这是协助捉拿朔北探子有功的宋姑娘。原来是宋姑娘，久仰大名。梁书立，我想在中界租一个摊位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地方？中街摊位下个月的都签完了，下个月行不行？6月底会空出来。行，我想要一个路人多的摊位。7月天气热，卖吃的怕是生意不会。没事，我卖的东西天气越热越有人买。这些摊位都可以租，至少得租1个月，中间不租也不退钱。就这个，后面还能放桌椅。这个月租2两银子。
好像有点贵。这个位置在中间，靠近街尾的能少一半。夏天热，人少，能便宜点吗？一年四季都是这个价，县衙就靠这点租金补贴，少一文都不行。既然衙门穷，为什么不在其他街道多摆点摊位？朝廷有令，边关13城道路必须时刻畅通，除了中街，其他街道不能摆摊儿。走了10几天，终于回来了。剩下的那个朔北探子找到了吗？秦小将军带人把山翻了个头头，一根骨头都没找到。连骨头都没找到，很有可能那个人没死，已经逃出去了。让画师照着这张画像画100张，贴满西宁城、云中城和寒鸦城的大街小巷。只要朔北探子还活着，就不能让他逃出边关。大家都看一看，这是朔北贼子，一旦发现，立刻报官。这好像是今朝那天晚上画的。这个时候还煮什么面？那个朔北贼子逃了。我昨天在城里就已经知道了。要是朔北贼子知道是你通风报信，报复你怎么办？不会，首先他们没见过我，不知道我长什么样。其次，县太爷恩赏没有张贴公告，他现在只有一个人，躲都来不及。我们在煮凉面，中午阿姐要去城里卖。你要去城里做生意？运河码头现在不用交摊位费，生意还不错。7月前我就先在码头摆摊。大孙女挣钱花样多，我有点跟不上了。怎么啦？今朝怎么说？今朝说没事儿，这几天他没下地，大郎二房也没事儿，让他们帮忙一起拔草。让让让让！宋二郎，马车能坐人吗？要是每次都能载到人，我岂不是要发了？啊，好乖，不哭别怕。谁在外面？是我，柳郎中。你长姐呢？快让她出来！阿姐回来了。宋今朝，宋姑娘，隔壁村有个男人被斧头砍伤大腿，血流不止，快去止血。砍得有多深？流了多少血？你们赶紧上车。阿婆，帮我照看一下。六郎中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你给他止血，就像那天一样。你不会要用火烙烧焦他的血管吧？灼烧法你没学过，这么深的伤口能保住命就万幸了。使用灼烧法，伤口容易感染，无法完全愈合。我还有别的办法。按住他，别让他乱动，听我的。世上怎么会有人想到用针线缝合伤口？就像缝衣服一样，我想试试。7天不要动，防止伤口裂开。宋姑娘，这些都是谁教你的？半年前遇到一位走方郎中，非收我做徒弟，不过他现在已经去世了。柳婆，你怎么了？他医术比你好，你可以拜他为师。那怎么行？我一把年纪拜10几岁的姑娘为师，我师傅非得从棺材里爬出来不可。一点都不怕，就像缝衣服一样。我想试试。明天阿姐带你上山采药，抓只兔子回来让你试。明天不摆摊儿。宋启明，学生在，你来回答。是。今天怎么回事？先生怎么老是叫你？宋启明，留下到堂屋找我。这些你应该还没学到，都在家自学了。先生送的4书5经，我已经熟读完背了大半，再过半月就能全部背下来。原本想让你3年后参加县试，现在看来，明年2月你可以试试。这是历年院试题目和策论，带回去好好看。
启明也被郑秀才留下了。先生抵点了我2句，让我尽快赶上学习进度。老二，药组整天被留堂，你得盯着点儿，3年后肯定考不上。干嘛只说我？启明哥也被先生留堂了。大伯，我好饿，阿姐肯定做好饭了。先生让我明年2月参加县试，说院试很难，要给我特训。鱼海战术，谁都逃不掉。看完后试着写，写好交给先生指点。既然确定下场，就得更加努力。到现在都没找到人，他还能飞了不成？画像贴了几天，城外村庄都问过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国公爷，人找到了，就在外面。下官已经命人把尸体抬回来了。这么死便宜了他，抬走。明日出发韩约城。张大人，边关13城筹措的粮款已到位，尽快买粮。下官遵命。找了个替死鬼，那具尸体不是我。手要稳，打结别太紧，否则肉会坏死。阿姐，缝好了。没练过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，明天买点猪皮回来多练练。驻店要天子1号房。贺兰大人，您不是死了吗？不能让他们筹措到粮草。半个月后粮食上岸，我们扮作脚夫潜入船舱，将粮食全都烧毁。3日后我们伪装成脚夫，就能顺理成章进入船舱。防卫如何？事成之后，我们沿运河游出城。这些每样给我来2份。宋金钊，葱不要，辣椒多放。这声音有点耳熟，好像在哪里听见过。那是刀伤。宋姑娘，大后天码头戒严，不能摆摊儿。县衙买了粮食要靠岸。是那个喊破庙会合的朔北贼毒，他没死。赵捕头，您慢走。西宁城到底藏着多少暗探？他刚刚就坐在我摊位后面，那是朔北探监。可是尸体都烧了，还有衣物和令牌。那是故意误导你们。他们进了南街长亭客栈，快去包围，一网打尽。码头管事和我有交情，介绍2个人去没问题。来日二皇子攻打西宁城，若是能里应外合，你便是头功。一个人都不能放过，全部抓起来！就是他逃走的那个朔北探子，拿下他！刀下留人，留活口！人都去哪儿了？都调去南街了，说是发现了朔北探子的踪迹，通缉的逃犯没死。记录城墙换防时间，图谋甚远。下官拜见国公爷，多亏宋姑娘发现踪迹。宋姑娘怎么在这里？贺兰小武功不弱，姑娘几下便将她擒住了，厉害。不过是些粗笨的腿脚功夫。若无他事，我先走了。若是男儿身，定能在战场以一当十。若不是宋姑娘，2日后粮食靠岸就完了。所有相关人
全部抓回来审问。要是当初没分家就好了。山里的蘑菇长出来了，今年还采不采？我去问问今朝。7月我要摆摊，没时间上山采蘑菇。今朝要去城里卖东西，那怎么办？耀祖明年的束缚还没着落。今朝不带我们，耀祖读书的世虚怎么办？没有今朝你敢上山？就土蛋时你当缩头乌龟，整天就知道靠别人，给我滚出去！供不起就让他别赌。阿婆，我想请你去运河码头帮我看摊子，1天30文工钱，你俩做公契。让我去摆摊儿，让我去摆摊儿。一家人帮忙还要什么工钱？不用给。摆摊是好几个月的事，不能让阿婆做白工。那也不用40文，太多了。那就30文，我没有骗我哩。阿婆，你愿不愿意？行，我试试。今朝在城里有2个摊子。今朝还缺人吗？就2个摊子，你说还不缺人？宋姑娘，我想买凉皮和珍珠奶茶的方子。不行，除了中街，西宁城内还有其他地方能摆摊吗？你可以去码头，那里人多不收费。马掌柜在糊弄我，码头谁买得起20文一杯的茶饮？2张方子100两。马掌柜好生吝啬，本公子都听不下去了。我出300两，凉皮和所有茶选方我都要，而且你可以继续摆摊儿。可以，但以后我在别处开铺子，方子我依然能用。宋姑娘要离开西宁城？暂时不会，但谁能保证以后呢？我早出了个异样，更出现干木佐。那想说想啊。成交。李家生意遍布大江南北，但我顾忌的不是这个。李家有皇室撑腰，李公子妹妹是2皇子侧妃，我怎么敢和他抢？没想到是皇亲国戚。什么时候能下雨？热死人了！再不下雨，庄稼要干死了。这是缺水的征兆。阿爷别挑了，浇再多的水也没用，一晒就干了。不挑庄稼只能干死，说不定熬2天就下雨了。爹，我实在是挑不动了。买这么多干嘛？张大人让巡视稻田，再不下雨，今年收成没了。再不行，你妹说什么？西宁城不下雨，其他地方也不下雨吗？阿姐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在思考一些事情，早点睡，你明天还要上学。这东西可以灌溉农田？借水流冲击力，让水轮旋转，竹筒积水往高处抬，凝成做母品灌溉一抹。去把西宁城最好的工匠找来。回大人，小人觉得此物有大用，可以试试。多久能出来？光阴不好就能做出来。多叫些人，明日就能做出来。今朝，这水车真的能把水引上来？说不定真有神物。来了，材料车队到了。将要。草民拜见县令大人。谢少爷。宋姑娘。
娘，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啊！不是我，是我们。若没有大人支持，水车不可能这么快建好。待本官上报朝廷，定当为你请功。各地旱灾严重，大人接下来有的忙了。这是你们小鬼搞的，儿臣认为应即刻往边关调兵，增兵或许会让敌人生迟疑。你旨，命宣威将军领兵10万增援边关，10日后开拔。一架水车不够用，远的农田还没湿，要不再建一架？建一架要10两，县衙不能全包，我们可以自己砍木头，成本能省一半，剩下钱分摊到每户也就40文左右。咱们村的水车坏了，需要大家上山砍树，重新修一个。是啊。有救了！身心俱疲。今夏南北13省降水不足，恐秋后颗粒无收，国库空虚。边关粮草先行，户部先从民间筹集粮食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是要逼死人啊！天不雨，地生火，乃君无德，此乃上天警示。荒唐！朕何曾懈怠过？给朕查！民间说皇上未亲自登坛求雨，或许让皇子代劳。萧承景，谁去？启禀皇上，安阳吴云皇上前所发人500里加急，献上救汉良策。难道朔北提前开战了？好，能有如此神器，乃是东赵之幸也。无需人力，将低处河水抬到高处。微臣认为此物确有奇效。宋今朝，一个民间女子都有新奇想法，你身为3品大员，为何无能？臣领旨谢恩，罚你1年俸禄。农女宋今朝赐锦缎黄金，赐匾额。今朝又给娘加了20文工资，为什么不找我？晚上你去问问。二伯娘有什么事？我看你瘦了，是不是忙不过来？给你送点茄子。阿爷也送了茄子，你拿回去吧，摊子上忙得过来。要不来帮忙？不用，二伯娘照顾3个孩子，哪有时间？你们聊。阿姐，摊子忙不过来，我可以去帮忙。我打算买个铺子，把你们带过去。中街铺子紧套，不过宋姑娘运气好，前几天有家要卖，就在布庄隔壁胭脂水粉铺。主家急着出手，7日就能空出来。前面铺面，后面库房，带小院子，上好松木，冬暖夏凉。院子太小，还没水井，挖完也不知道能不能出水。肯定能出水，前头那家打了井，水甜着呢。架子榆木的都送你。这铺子也就值200两，位置靠后，最多150两，最少190两，160两不行，我就看看其他铺子。就160两，谁叫这铺子和姑娘有缘？明日4时，衙行签契。卖出去了，买家正好想买中街。不知买家是做什么呢？吃食生意，就是前头卖珍珠奶茶的。他卖方子赚了几百两，早知道该定高些。谁说不是呢？铺子卖贵点，宅院就不用卖了。160两不行，他非买不可，反悔要赔双倍。但我不卖。
卖家还没来吗？卖家说铺子是共有的，表亲嫌价格低，反悔不卖了，除非再加100两。前几日才卖，今天就嫌低，骗鬼呢！告诉他我不买了，赔双倍定银。买家说260两太高，按照定帖您要赔钱。你是不是我王故意了？他卖方子赚了几百两，我一家铺子贵点怎么了？见官就见官。我怎么生了你这样的儿子，害我被一个摊贩欺辱。本来想多卖点钱，谁知宋姑娘不买还要赔钱。一个农女也敢作对，简直找死！是铺子没买成，对方临时加价，太黑心了，不买了。别在中街买了，隔壁那条街也不错，铺子大还能住人。你弟弟在私塾念书，那里没几个能考上秀才，最后得求我收留。你想干什么？原来王举人也知道自己贪婪无耻，躲在人后威胁。像你这样的粪坑，我弟弟高攀不起。既然你不识好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无论你怎么不客气，我都奉陪。明早把赔偿送来，否则衙门见。站住！还没给钱，20文。一下子加100两，抢钱啊！以后离那个王贵子远点儿，那不是好人。他敢威胁阿姐，我明年一定要考上，狠狠打他的脸。有人跟踪。啊！待在车里别下来。小姑娘胆子挺大，还不跪下求饶？谁派你们来的？哼，你得罪了谁心里清楚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宋金钊。王举人给了多少？想把我怎么样？是王世祥，他输了钱要卖家，给了30两，让我教训你。王世煌在哪里？麻不麻？我在剑上抹了毒。妈，求姑娘饶命！把他拖在万春楼一夜，否则毒发身亡。嘿，阿姐刚才真厉害，能不能教教我？想学？每天早上绕院墙跑30圈，坚持1个月我就教你。明日我非得找爹请功不可。赶紧滚！这里不用你伺候。刀爷可不能叫别人。他会不会碍于王公子的身份不来了？呸！那姑娘那么狠，怎么可能不来？哼，这么想我？哪里来的小娘子？万春楼来新货了？哼，清醒点了吗？姑娘饶命！是我爹要坑你银子，不关我的事儿。原来是我误会了，你走吧。
姑娘，解药能给我们了吗？当然，一人一颗，吃下去毒就解了。你们没有中毒，现在也不需要解药了。